嘿呦，各位，欢迎又回来到游戏频道，我是麦克。那这一次想说私心推荐一把我爱用的枪啦，这把 TS128。那这把呢，感觉是科幻型的狙击枪。那获得方式是在37号实验区中间的这个制冷区域。那这势必一定要拿到冷冻头盔跟盔甲才能够进来啦。那在拿到冷冻头盔跟盔甲之后呢，就可以赶快来这边拿这个 TS128的蓝图。那这个蓝图的位置呢，是在中间的这个大仓库的后方。那我觉得带把狙击枪来这边打，然后拆炮台就没有太大的难度啦。那这边它的材料呢稍微复杂一点，它需要可乐10罐，然后蓝色方块200颗，高级武器零件4个，以及3D 打印材料4个。那可乐在防具商橘子这边可以买到，那每次可以买3罐，每次回来买一买应该就够了。然后蓝色方块呢是要方块收集装置，打敌人就可以获得。那最后2个呢，我觉得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，普通边打边收就可以收到了啦。那这把枪呢是我在拿到蓝图后呢，马上就做来测试啦。而测试之后呢，就变成我在37号实验区后基本上都佩戴副手的武器。那各位可以看到，这把枪呢基本上不吃任何的配件，顶多就是战术配件加特殊配件啦。那不用研究太多的枪支数据，直接拿了就可以开打。而它的优点就是它的视野距离呢相当的远，无需装备什么4倍镜啊、8倍镜即可以达到狙击枪视野距离。而它的视野距离呢，大概就只比8倍镜短一点吧，可以说是7倍镜吧。再来重点就是说，它是以 AR 的视野呢达到狙击枪的这个视野距离。这有什么差别呢？就是当各位开8倍镜的时候呢，其实视线会比较专注在开镜的范围内，而其余的视线范围呢会变暗，反而你就会很难注意到周遭的状况啊。但 TS128 呢，则可以以 AR 的准心却达到8倍镜的视线距离，这让你在打敌人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同时大范围的注意周遭的状况，让你在探索啊或者是走位上相对的就会比较灵活。再来就是像一些这种科幻枪的话呢，很多都是吃能量弹的，这就稍微比较麻烦一点啦，就是需要自己打材料来自己做子弹。那有时候就会碰到材料不足的窘境，那造成子弹不够用。但 TS128 呢，只需单纯的吃狙击弹，而狙击弹则在武器商人老吴这边就可以买到了。那加上每种库存上限有4个，所以可以买到40发。但因为它的高伤害，所以每次出行呢，可能顶多就用个30发啦。那就算用完了，子弹的补充也不会像 Mag 弹有不太足的状况。还有就是它较轻，不太吃什么配件，然后连射速度又比较快，跟它大概同伤害的这个 M700比啦。然后伤害呢，在狙击枪中又算是中高，那这应该算是3个优点啦。只是以所有的这个狙击枪综合比对下来呢，就是它的这个综合数据算是中上。那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像是加强版的 SKS45啦。最后再来就是这把枪呢，好像有带电效果，那敌人被打中呢会有缓速的这个效果，有点像是狙击枪版的带电 MP7啦。那这让你在打 BOSS 的时候呢，就相对安全许多。用这把远距离的优势，在远端就先对 BOSS 开火，而 BOSS 呢一般都会追着你跑嘛，但因为带电的效果让 BOSS 缓速，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边射边往后退，用风筝的方式呢慢慢磨死 BOSS。那就算 BOSS 呢接近你，那也大概快残血了。那这时候就换成主手的 AR 或者是冲锋枪就可以轻松解决。那它的缺点有什么呢？其实对我来说，我觉得这把基本上好像没什么好挑剔的啦。我唯一想到的就是它不太容易获得，就是你要拿到 TS128 呢，需要拿到抗冻盔甲跟头盔先，然后再到这个制冷区域呢来取得 TS128 的蓝图。还有就是它的材料呢需求稍微诡异了一点啊，那这大概就是我唯一想到它的缺点。那各位呢或许会说，麦克这里吹得太夸张了吧？那久懂马得，那以上的优点呢还没有说完，这把真正的封印呢还没有解开啊。那带各位进迷宫之后呢，在左上方的这个小房间中可以拿到 TS128 的脑机模组，那前提是先要有这个铁门钥匙。那拿到这个脑机模组后呢，这把枪的封印才正式被解开啊。那可以看到这行字，瞄准时子弹可自动追踪目标。自动追踪目标，可以自动瞄准，子弹又会自动追踪。皆さん不用还要在那边东瞄西瞄，担心子弹没打到。有了这个特殊配件后呢，人人都是神枪手啊。那 TS128 不仅视野好，还特别准。
但下方这边呢有个数据红字提醒，就是自动瞄准了换来的缺点就是子弹速度变慢跟伤害倍率降低。但 I don't care， 重点是自动瞄准欸。那而战术这边呢，我就搭配个雷射暴击，稍微把伤害补回来就好了。那这边你只要稍微把准心稍微往敌人身上划过去，它外围的方框呢就会洞悉到敌人身上，就是代表已锁定。那单就这个效果呢，就够让我想要带着它了啦，更不用说它还带电缓速、自动瞄准，还可以爆头。那这也就是为什么除了获得方式呢跟材料可能比较繁琐之外呢，我觉得我真的找不太到它的缺点。还有就是可能太晚拿到吧，就是整把解放时呢，也差不多游戏快结束了，就有点可惜啦。但就算没有脑机模组呢，它接近8倍镜的 AR 视野也是我非常喜欢的。那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这边私心想要推荐这把枪啦。尤其是装了脑机模组之后呢，感觉就像开了外挂一样。那这边我就放一些我用 TS128 跑王的片段吧。那这边呢，我还蛮喜欢这一 part 的啦，因为这一 part 呢，我大概几次清掉了4、5只网吧。那一样不免俗的来打伊格尼跟弗里兹啦。那这边一样就是小心，然后清掉外面的炮台。那它这个视野真的很好啦，然后而且又锁定，所以清炮台呢真的非常轻松啦。那边忽然清着这个佛里兹忽然冲出来，但不用怕，这边边打边后撤，风筝他们，然后连伊格尼也一起冲出来，吓死人。但你不用怕啦，这边自动瞄，翻一下射一下，翻一下射一下。2只轻松带走，接着收一下之后呢，就上去赶拖打蓝鸦啦，因为蓝鸦刚好在上面。那蓝鸦的那个范围呢，刚好是我觉得是8倍镜可以看的最远距离的那个范围啦。所以你进到那个范围的时候，就差不多可以看到蓝鸦了。好，看到了。那这边呢，这个 TS128 的这个带电效果呢，打蓝鸦我觉得就非常的好用。你看这样可以让它缓速，那你就一直跟它保持距离，然后风筝它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啦。就是在射的同时呢，也往后撤，然后边撤边射。那你看这样子也是轻松带走。接着就继续赶拖，原本想说打 Killa 啦，然后这边刚好就看到观测者，然后顺便清一下。那跟他们保持距离呢，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那这边枪声呢，刚好把 Killa 给引出来了。那打 Killer 要稍微注意一点，就是说它的射程呢跟你的射程我觉得差不多，所以在射的同时呢，要注意自己的血量，就是在瞄准的时候呢，也要注意自己的血量，因为 Killer 呢同时也可以射得到你，所以要比较小心一点。那这边打 Killer 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，顺便把最后一只观测者一起带走 ，OK 啦。那这边各位看，就是我在老吴那边买的高级穿甲狙击弹跟一般的穿甲弹呢，打完4、5只网都还有剩，所以不太会有子弹不足的窘境啊。那再回去补就可以了。而且王身上的东西呢卖一卖也可以补回子弹的费用。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拿到 TS128 后呢，它基本上就常驻在我的副手武器了啦。就算没有脑机模组，我觉得只要稍微小心打也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只是脑机模组的自动瞄准了，太方便了。远距离准心呢，按着它自动瞄准，那简直就是内建外挂的存在啦。那这边呢，我亚科夫应该也玩的差不多了啦。那如果这边还在打37号实验区，刚拿到抗冻装甲跟头盔的玩家呢，就赶快去拿 TS128 的设计图。那我个人的私心推荐啦。那以上就这样，那这边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。